12月初，中国商业航天圈发生了一件全网议论的事儿：朱雀3号火箭在空中爆炸了。很多人当时看到这一幕啊，心里是沉甸甸的。又失败了，为什么我们总是追不上 SpaceX？商业航天是不是太难了？但如果你问真正做航天的人，他们第一反应呢，往往不是难过，而是终于咱们开始进入关键的阶段了。甚至连马斯克都说过一句话：如果你做的事儿从来不失败，那说明你根本没有创新。今天这条视频呢，我想和你讲的不是一枚火箭爆炸的新闻，而是3个更大的问题。为什么朱雀3号的失败反而更值得重视？为什么中国必须在这一刻加速？商业航天的背后跟我们的投资、资本市场乃至未来10年的大国竞赛到底有什么关系？如果你能耐心的看完，你会发现朱雀3号爆炸的那束火光其实不是终点，而是中国空天竞赛真正的起跑线。很多人以为火箭回收就是火箭降落回来这么简单。其实呢，火箭回收在航天界有一个共识，就是这个火箭离家容易，回家太难。为了让你真正理解难在哪里，我们用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你站在100层楼的天台，把一支笔垂直的丢下去，笔必须准确的落进地面一支笔筒里面，而且不能拐弯，不能断，还要笔头朝下稳稳的站住。如果有一点偏差，比如风速大一点，空气密度不同一点，姿态控制晚0点几秒，它都不可能成功。而火箭可以回收比这个要难10倍甚至100倍。它在下降的过程当中，需要同时完成至少3件极其复杂的事儿。第一，不能被空气摩擦所烧毁。一个长30米、重几十吨的金属物体从高空坠下，和空气摩擦产生的热量足以融化金属。这不是温度高不高的事儿，而是你的火箭是否还存在的问题。第二，它必须主动减速。火箭下落的速度比飞机坠毁还要快，靠空气是刹不住的，只能靠精准的点火反推。提前1秒、晚1秒，力度不对，都会让它直接爆炸。第三呢，必须控制姿态，让它自己竖着直直的落下。如果火箭倾斜了5度，那就是斜着摔，一样会爆炸。所以你看到 SpaceX 的猎鹰9号，它的每一次回收都像钢铁柱子在空中踩高跷，摇摇晃晃，最终稳稳地站住。而中国的朱雀3号这次做的是什么呢？第一次轨道级回收全流程试验，在世界上能做到轨道级回收的，目前只有 SpaceX。而 SpaceX 的前2次同级别的试验是什么样的结果呢？一次是砸海了，一次是爆炸了。也就是说，今天朱雀3号的结果其实正是 SpaceX 当年走过的路。如果我们把今天的这次试验放在更长的时间轴里看，会发现最有意思的一点，中国并不是在复制马斯克的猎鹰9号，而是在探索完全不同的技术路径。很多人不知道朱雀3号其实做了2项很激进的创新。创新一，燃料完全不同。SpaceX 用的是液氧加航天煤油，优点是成熟、推力大，缺点是特别脏，燃烧后会留下大量黑色碳化的残渣。火箭回收以后必须拆解、清洗、维修，周期很长。而朱雀3号用的是液氧加甲烷，这是航天界公认的未来燃料，更干净，烧完几乎没有残留，重复使用维护成本很低，适合高频次发射。如果 SpaceX 的火箭复用，像开旧油车，那朱雀这条路线呢，更像是新能源火箭。创新2，材料不同。猎鹰9号用的是铝合金，熔点660度；朱雀3号用的是不锈钢，熔点1400度，差距非常大。这意味着什么？就是在极端受热的情况下，猎鹰可能需要依赖大量的隔热材料，而朱雀本身就能耐热，所以朱雀更皮实，更适合大规模、低成本的往返太空。这在复用经济上面是巨大的优势。马斯克本人也说过，他的下一代火箭星舰将全面转向不锈钢和甲烷，也就是说，中国现在这条路线呢更接近未来。如果说前面我们讲的是火箭回收为什么这么难，那么从这里开始，我们要讲的是为什么中国必须要在今天、在现在加速，不是想我们走得快一点，而是慢一步都不行了。听上去是不是有点夸张？我们换一个角度，你就会明白了。假设你站在外太空向地球看，会看到地球已经被密密麻麻的小点包围了，那些小点呢都是低轨卫星。
目前全世界在轨的低轨卫星大约有11300多颗，但是分布很不均衡。美国呢有1万多颗，中国还不到300颗，英国有800多颗。这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差距，而是通讯主权、战略安全、全球影响力的差距。为什么低轨卫星这么重要？因为它们像是在太空中搭建的一张全球性的、永不断联的超级通讯网。我们现在用的手机信号、上网、通话，其实都依赖地面基站，但是基站呢，只能覆盖地球表面的6%，剩下的区域，海洋、沙漠、戈壁、极地、丛林，基站根本建不了。低轨卫星却不受这些的限制。当一个国家拥有了成熟的、成规模的低轨卫星的星座之后，它可以建立空天地一体化的通讯，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灾难的情况下，都能保持通讯不中断。这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你拥有了太空层面的信息主动权。在俄乌战场上，乌克兰的无人机、前线部队、海上无人舰队都是靠星舰保持通讯的精准打击。俄罗斯用了各种干扰手段，效果都很有限。所以今天的世界，卫星通讯已经不再是通讯技术，而是一个国家的战略地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必须追赶。很多人以为太空是无限的，其实不是。卫星它不是随便放的，它要占用特定的轨道资源，而低轨道呢，能够安全容纳的卫星总数大约就是10万颗左右。现在问题来了。美国的一个星链项目啊，就申请了4.2万颗，中国的4大星座加起来呢，申请了4.7万颗。那其他国家算上去，总和已经超过了10万颗。这不是你想慢慢建就慢慢建的时候了，而是轨道资源呢，已经进入了抢占时代。你不占就是别人的，你慢了就永远落后。更关键的是啊，按照国际电信联盟 ITU 的规则，申请轨道后14年内必须完成100%的部署，中间有节点的要求，比如第7年要完成一定的比例，第9年要完成一定的比例，第12年呢要完成一定的比例。那如果完不成，很抱歉啊，你的轨道资源呢就会被削减给到别人。这就意味着现在的中国呀，是被时间推着往前跑的。中国的几大星座千帆、国网、鸿雁等等，大都是2020年到24年申请的。这就意味着到2035年之前，我们必须把3万多颗卫星发上去，不加速，现在根本来不及。这也是为什么朱雀3号至关重要。要完成中国的卫星部署，大致就意味着未来10年，中国每年要发射1000级规模的卫星，甚至必须要达到类似 SpaceX 的发射节奏，平均每6天一次发射。你想支撑这样的速度，火箭必须便宜，必须可以重复的使用，必须能够高频次的发射。用2亿一发的一次性火箭是完全不现实的。所以回到朱雀3号的爆炸新闻啊，它失败的不是火箭，它失败的是我们试图实现高频次、低成本进入太空路上的一个实验步骤。而这个步骤呢，恰恰是决定未来10年中国航天竞争力的关键。总结一下，中国为什么必须加速？原因有3个，而每一个都足以让你不寒而栗。第一，轨道资源有限，先到先得，不抢就没有了。第二，美国已经部署了1万颗，我们只有不足300颗。第三，2020到2035年的时间窗口极其紧迫，错过就追不上。所以，我们现在在看朱雀3号爆炸的那一刻，火光之下不是失败，而是中国航天必须开始跑的信号。说到这里呢，我们必须再把一个问题讲透：为什么全世界都要往火箭复用这个方向走？为什么只有复用商业航天才有可能变成一门生意？答案其实特别朴素，因为火箭太贵了，贵得离谱。一枚火箭要多少钱啊？我们来算一笔最现实的账。以朱雀3号为例，一次完整发射的成本大概是2亿元人民币左右。这个数字呢并不抽象，我们拆解一下就更清楚了。火箭的制造成本大概1.3个亿，其中呢1级火箭占60%到70%，也就是说，今天朱雀3号要回收的那一节火箭本身就是1亿级别的资产。你每发一次，就相当于把1亿块钱扔进了太空，再让它掉进海里报废。那发10次就是扔掉10个亿呀，你发50次就是50亿。商业航天用一句非常现实的话来解释，就是如果火箭不回收，那么这个生意根本做不下去，你永远是把钱烧成天空中的一条烟。那 SpaceX 是怎么改变游戏规则的呢？
SpaceX 的猎鹰9号最伟大的创新，不是它飞得多高，也不是造得多快，是它降低成本，创出了一个新的产业时代。在复用出现之前，太空发射的平均成本大概是每公斤18万美元，只有极少数的国家、极少数的机构能承担。太空属于超级大国，普通企业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儿。但是当猎鹰9号实现了回收之后，成本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呀？直接降到了每公斤2700美元，这是95%的成本下降，是一个时代的断崖式的变化。而成本下降带来的是什么呢？是发射频率的爆炸。SpaceX 今天可以做到平均每6天发射一次火箭。我们想象一下，一个国家一年发射几十次和一家企业一年发射上百次，这之间的差距不是速度快不快了，而是技术在迭代，数据在积累，产业成熟度的差异，会呈现一个指数级的拉开。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今天已经有了1万多颗低轨卫星，而中国呢只有不到300颗，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努力，而是因为发射成本和发射频率之间的差距是系统性的差距。那中国要怎么做呢？让我们回到朱雀3号，它不是一次失败的火箭实验，它是我们迈向复用路线的第一次完整的尝试。你不复用，就永远做不到高频次的发射、大规模的星座建设、均摊成本、降低单颗卫星的投入，让商业航天真正的商业化。未来10年，中国要完成3万多颗卫星的部署，这不是1、2家公司能够完成的，甚至不是10几家私营企业可以完成的。这需要的是一个足以工业化节奏往太空送东西的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核心就是火箭可以回收加火箭可以复用。要让发射从昂贵的科研项目变成可以规模化运营的基础设施，就像当年的高铁、当年的特高压、当年的移动互联网。那为什么中国把商业航天、资本市场改革、科技长期融资放在同一个战略当中呢？讲到这里，其实我们会发现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中国的商业航天在加速，中国的资本市场也在加速改革，中国的科技型企业融资制度、监管逻辑、长钱体系也都在同步的变化。这3件事儿不是偶然同时发生的，它们其实指向的是同一个主题：全球竞争正在进入科技、空天、资本3位一体的新阶段，不能在一个维度上面掉队，也不能只靠一个维度成功。那为了让这个逻辑更清晰，我们下面从3个层面来讲。第一层，中国必须建立自己的空天基础设施体系。刚才我们讲了，为什么中国在低轨卫星数量上面落后，为什么轨道资源不能够平等，为什么发射频率必须加快。但是航天的竞争本质呢，不是火箭，不是卫星，而是谁能够掌握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空天可用层。地面互联网、海底光缆是上一代，空天通讯、卫星互联网是下一代，它将是未来。战时通讯、无人机群控制、全球物流、全球支付网络、农业、海洋、工业物联网全球标准的制定的基础，每一个方向都是万亿级的市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空天基础设施，就像是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电网、没有自己的互联网骨干一样，非常脆弱。而要建立这些体系呢，靠的不是口号，而是能复用的火箭体系，能规模化的卫星制造能力，能长期投入的资本体系，一套支持科技投入的制造生态。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一边在推动商业航天的发展，一边在进行资本市场制度的改革，二者其实是在共同回答一个问题：中国如何完成从制造大国到科技强国的结构升级。第二层，为什么资本市场必须同步改革？很多人以为航天是技术问题，其实它的底层呢是金融问题。火箭回收解决的是降本，资本市场改革解决的是给钱。航天是典型的重资产、长周期、回报慢、失败率高、研发投入极高，这种行业在传统的看短期利润的金融体系里面呢，是根本没法活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现在在强调提高资本市场的包容性和适应性。意思不是说要放松监管，或者说鼓励乱投资，而是让科技型、创新型的企业能在资本市场获得持续的、可以预期的长期资金的支持，包括像长钱、社保保险机构被引入市场，科技企业获得更灵活的融资渠道，并购重组更加市场化，
退市常态化，投资者保护力度加强，打造真正的有生命力的市场生态。航天只是整个科技生态的一个缩影，中国所有的未来产业 AI、算力、芯片、量子、高端制造、空天都需要这种新的资本市场制度。也就是说，航天和资本市场不是两个故事，而是同一个国家的科技金融协同改革。第三层，全球正在进入一场新的科技资本对冲大战。今天的中美竞争呢，不再是原来简单的 GDP 竞赛了，而是谁把握住未来的技术，谁掌握全球的资本流向，谁拥有基础设施的话语权。而美国在这3件事上呢，做得非常的系统，在技术层面上 ，AI 加移动互联网加军工体系。美国的未来科技组合呢，包括 OpenAI， 就是 AI 的基础层，英伟达、算力、SpaceX、空天、Starlink、星链、全球通讯。美国的军工体系呢，从技术溢出到民用，不是简单的单点突破，而是科技矩阵。在资本层面，美股加美债加全球美元体系。我们可以看每一轮全球的流动性危机，最后资金呢都流进了2个地方：美国国债和美国科技，尤其是 AI。为什么？因为美国做到了技术领先加资本吸引力加制度的稳定性，形成了一个全球资金都绕不开的三角引力场。明年 SpaceX 如果上市，会是一个万亿级的 IPO， 它将吸走全球海量的资金。而 AI 的泡沫也需要下一个故事来托举，那很可能就是太空互联网。第三，在国际层面，美国和日本的资本协同，日本加息预期上升，日债收益率突破了 1.9%， 这就意味着全球长期资金呢开始重新评估日本资产，美日资本市场正在形成新的共振。美日的资本结构可能在未来几年共同吸走全球的流动性。换句话说，中美竞争的外部金融压力越来越大。那中国怎么办？答案就是我们必须构建自己的科技资本体系。航天资本市场改革、科技融资环境的改善，这些事情呢，并不是各管各的，他们共同指向一个国家级的目标，就是让中国在未来10年能够同时在技术、产业、资本、制度4个维度完成升级。因为如果只有技术，没有资本体系的支撑，科技企业无法成长；如果只有资本而没有制度和监管的现代化，资本只会流向短期的投机。如果只有制度改革，但是没有技术的突破，资本还是找不到高回报的好资产。而如果这些关键能力没有形成闭环，在未来与美国的长期竞争当中，中国终究会受制于人。所以我们现在回头看朱雀3号为什么要复用，为什么资本市场强调包容性，为什么要引导长钱支持科技，为什么要严监管促退市提升上市公司的质量，这些都不是零散的政策，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走向科技强国加金融强国的基础工程。中国加速商业航天不是为了追上 SpaceX， 中国改革资本市场也不是为了股市涨一点儿，他们共同指向一个更大的目标，就是未来的科技资本市场竞争当中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系统能力，只有系统能力才能够在大国竞争当中真正的站稳脚跟。讲到这里呢，很多人可能会问了，航天离我这么远，我需要关心它吗？我是不是该去买航天概念股了？作为普通人，我能做什么？我想给大家一个非常坦诚的答案，商业航天离你很远，但中国正在构建的科技资本体系离你的家庭资产未来非常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个国家能不能持续产生高质量的企业、好的资产、长期的回报，最终决定了普通人未来10到20年的财富机会。航天只是这个体系里最典型的行业之一。第一，我们不要把航天当成短期炒作的题材，中国需要的是真正能赚钱的好企业，而不是讲故事的概念。航天的技术门槛、研发投入、现金流压力都非常大，真正能在这个行业里活下来，能够做出产品拿到订单的企业其实并不多。所以呢，我绝不建议普通人因为看到朱雀3号爆炸上了热搜就去追涨某只航天概念股。航天不是一夜暴富的产业，它是高风险、高壁垒、长周期的赛道。真正值得长期关注的要看3个指标：第一，发射的次数和成功率，也就是这家企业的技术成熟度。一家公司1年能发几次火箭成功率是否稳定是否具备复用的基础技术成熟度永远是第一位的。
第二，它的实际订单和商业合约，就是看这家企业到底能不能赚钱，有没有星座建设的订单，有没有国家项目的订单，有没有海外的客户，有没有卫星互联网的落地业务。只有有钱赚的航天企业才值得我们关注。第三，我们要看它的研发投入和现金流，就是判断这个企业能不能活下来。研发投入占比有多少啊？现金流稳不稳啊？能不能撑到下一轮的技术迭代？如果一个企业讲故事的能力很厉害，但是研发投入低，现金流差，那就是太空 PPT。第二，普通人该关心的不是火箭爆不爆炸，而是中国的系统能力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航天可以失败10次、20次、30次，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建立一个能够容纳失败的资本体系？有没有建立一个能够支撑长期研发的制度环境？有没有建立一个让真正能做事的人成长的生态？这才是未来10年中国财富的基底。你会发现，火箭复用呢是降本增效，星座建设呢是信息主权，资本市场改革呢是为科技企业开出长期融资的走廊。长钱入市是让普通人能够真正的感受到科技增长的红利，严监管和退市是让市场上留下好的资产，引导机构投资者是建设长期的投资文化。这些都不只是政策，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国家的科技强国、金融强国迈进的系统化能力。而普通人的投资机会永远诞生在系统能力提升的过程当中。对于普通投资者，我给大家3个重要的建议。第一，不要压住单一题材，要压住国家能力提升的方向。商业航天只是其中一个象征性的领域，真正的机会来自于算力、高端制造、芯片与材料、新能源技术、卫星互联网生态、工业软件、通讯基础设施。这些产业呢，不是1年2年的风口，而是未来10年的结构性的趋势。第二，资产配置永远要跨周期，而不是追热点。不要因为火箭爆炸就悲观了，也不要因为火箭发射成功了就激动了。你要做的呢，是把资产配置放在国家战略的大方向上，长期持有中国的核心资产，长期持有全球的优质资产，而不是在情绪当中做投资决策。第三呢，记住国家走向哪里，长期财富就出现在哪里。如果一个国家开始构建自己的航天体系了、科技体系了、资本体系了、制度体系了，那说明它正在进行一次结构性的升级。普通人最好的策略就是跟着结构走，而不是跟着自己的情绪走。朱雀3号的火光在新闻里是一次失败，在技术上是一次实验，但在中国航天的历史当中，它是一个新的台阶。我们这一代人很少有机会亲眼见证一个国家从平地搭起自己的航天体系、科技体系和金融体系，但是现在这些事情正在我们的眼前发生。有一天，当中国能真正以自己的方式进入深空，当我们的星座覆盖全球，当我们的资本市场能够稳定支撑科技的创新，你回望今天，回望朱雀3号在天空中炸裂的那一瞬间，我们会明白，那不是失败，而是我们走向星辰大海之前必须点亮的第一束火光。我是苏涵，我们下期见。